在广州这座永远像上了发条一样的城市里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脚步匆匆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向前。忙碌成了这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底色。就拿我身边的事儿来说吧，好多人忙得晕头转向，一头扎进工作里，等回过神来，才发现结婚的最佳时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我是丽姐，干婚恋红娘这行好些年了，见过形形色色的单身男女，也听过数不清的情感故事。在我这儿，39岁的李女士的情况特别让人揪心。她每天一睁眼，面对的就是空荡荡的屋子，单身的现实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在她胸口，让她的焦虑一天比一天重。甚至有时候，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都会忍不住怀疑，往后的日子是不是就这么一直孤孤单单下去了？还能不能有机会碰上那个和自己携手一生的人？李女士这人其实条件真不差，模样虽说不上是倾国倾城，但也眉清目秀，透着股温婉劲儿。工作呢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当着部门主管，收入稳定，手头也攒了些积蓄。可偏偏就是在找对象这事儿上，她像是钻进了死胡同，怎么都绕不出来。她那高得吓人的择偶标准，就像一道无形的高墙，把好多合适的人都挡在了外面。李女士跟我唠过，她打小儿受父母的影响可大了，父母恩恩爱爱一辈子，在她心里就觉得婚姻就得是找个特别优秀的男人，得像父亲那样能扛事儿有本事。所以她心里对未来老公的画像，那是一笔一划勾勒的精细极了。要有房有车，这在广州虽说不容易，可她觉得这是安稳生活的基础。工作的是公务员或者企业高管，收入稳定那自不必说，还得有上升空间，能给未来的家庭撑起一片天。外貌也不能含糊，起码得看着顺眼，带出去不丢面儿。性格还得温和，不能有点急脾气，得能包容她偶尔的小任性。一提到生育，李女士的眼神就变得格外复杂。她心里门清，结婚可不只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，传宗接代也是大事儿。她盼着能和丈夫一起陪着孩子慢慢长大，享受为人父母的喜悦。可眼瞅着自己奔四的年纪，她心里就慌得不行，总害怕自己这岁数身体机能不如年轻时候，万一怀不上孩子可咋整？每次我这边根据她的情况，精挑细选了合适的男士，满心欢喜地给她推荐。结果呢，她总能挑出一堆毛病来。丽姐，这个男的收入不行啊，这点工资以后养孩子过日子得多紧吧？那个男的连套房子都没有，难不成婚后还得租房子住，太没安全感了。还有那个性格太急躁了，一句话不合就瞪眼。这往后日子咋过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这脑袋就嗡嗡的。他心里头认定自己配得上最好的，可这最好的，在他那越来越严苛的标准里，简直跟大海捞针似的，难找极了。有一天，李女士急急忙忙地来找我，眼睛红红的，一看就是刚哭过。丽姐，我这心里啊，像猫抓似的，难受的要命。她一开口，声音就带着哭腔。我瞅着朋友圈里那些朋友，今天这个晒娃，明天那个秀一家三口出去玩，我就忍不住想，我这岁数还等得起不？我赶紧拉着她坐下，轻声安慰，妹子，你看你成天这么焦虑，别说找对象了，就算真碰到合适的，你这状态也得把人吓跑喽。婚姻这事儿啊，可不是简单的条件匹配，得两个人有默契，能相互包容，互相体谅着过日子。再说了，你才39岁，现在好多姑娘都晚婚晚育，大把机会呢，别自己先慌了神。可李女士哪能听得进去啊？她一门心思就想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，看看自己这生育能力还行不行。她跟我说，身边有几个同龄的姐妹，备孕的时候困难重重，又是吃药又是打针的，听得她心里直发怵。她就觉得，要是自己生不了孩子，那结婚还有啥意义？后半辈子可不就没啥盼头了。我心里明白，她这焦虑啊，可不单单是生孩子这一件事儿闹的。说到底是内心深处的孤独和不安在作祟。她这择偶标准，就像给自己套了个紧箍咒，越勒越紧。合适的人进不来，自己也出不去。时间一长，焦虑攒多了，可不就爆发出来，变成了对未来满满的恐惧。再往后的相亲里，我算是真切见识到了李女士和她理想型之间那道鸿沟。
宽的都快看不见对岸了。每次相亲完，他准来找我吐槽：丽姐，你说今天这男的，看着挺精神，医疗收入差老远了，这往后生活质量咋保证啊？不合适。还有上次那个性格太内向，整场下来都没说几句话，我跟他一起不得闷死，不行不行。再有就是前天那个没房子不说，还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，这可不能嫁。我瞧得出他的坚持，也理解他对未来生活的憧憬，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他这高标准一摆出来，好多男士都望而却步。那些在传统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男人，一听他的要求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有的直接就呛声：我说姐们，你看看我，起早贪黑忙了这么多年，在广州这地儿，买套房难如登天，凭啥你张嘴就要房啊？再说了，你自个儿也不年轻了，生育这事儿说不定更麻烦，咋还这么挑剔呢？每回听到这些话，我这心里就像着了火似的，急得不行。婚姻啊，哪是简单把条件1+1就成的事儿？他最需要的是两个人敞开心扉唠唠，互相多理解理解。这些要求高的姑娘们，往往就盯着那些条件，却忘了去琢磨琢磨对方心里咋想的，人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难处。有一回，我觉着一个在广州开餐馆的小老板挺靠谱，就给李女士安排了一次相亲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俩人聊得还挺热乎，餐馆老板挺健谈，讲着店里的趣事，逗得李女士咯咯直笑。可没聊几句，李女士就话锋一转，开启了查户口模式。你有车不？房子买在哪儿了？一年能挣多少钱啊？那小老板本来正说的眉飞色舞，被这一连串问题直接给问懵了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，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疏离。你能接受一个普通家庭背景的男人吗？他定了定神，反问李女士。李女士明显愣了一下，犹豫了几秒，回答道：那得看咋普通法，要是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，这往后日子可没底，估计够呛。这话一出口，小老板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，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。那你也掂量掂量自个儿，39岁了，也不是小姑娘了，你觉得你自己有多牛，凭啥要求这么多？你看看现在这行情，你这年纪还指望有几个男人心甘情愿为你鞍前马后？李女士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张了张嘴，却啥也没说出来，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下去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那股火蹭的就冒上来了，暗暗埋怨这姑娘咋就这么死脑筋，一点都不懂变通呢？干我们这行时间长了，像李女士这样的姑娘见得多了，她们一个个心里都有着自己的坚持，对未来另一半有着清晰的标准。这本没错，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可有时候太执着于那些标准，就容易忽略现实里该有的妥协和包容。婚姻可不是签个完美无缺的合同，签完就万事大吉。它是一场需要两个人携手共进，一起面对风风雨雨的漫长旅程。在这旅程里，相互理解，彼此包容，可比一开始列出的那些完美条件重要得多。李女士的择偶标准，说实话真挺高，可问题就在于这标准和她目前所处的生活阶段脱节了。她得想想自己39岁这个年纪，事业虽说稳定，但上升空间也有限。家庭这边，父母年纪越来越大，也需要她多操心。身体呢，虽说平时没啥大毛病，可毕竟不再是20来岁的小姑娘，生育风险肯定是有的。她一门心思扑在找个完美对象上，对自己生育能力的担忧，又让她把婚姻当成了救命稻草，期望值拉得满满的。结果就是和现实越离越远，眼睁睁错过好多本来挺合适的人。我常常跟我的客户念叨，婚姻不是为了拼凑出一个完美无缺的画面，而是要找到那个能陪你一起，不管晴天雨天，都紧紧相依，共同面对未来的人。李女士啊，真得试着放下对理想型的执念，多去感受感受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那种默契，能不能一起为未来打拼。真正的婚姻根基就在于两个人相互尊重，遇到事儿能换位思考，多理解对方的不容易，这样才能长长久久。李女士的事儿可不是个例，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像战场，选择多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里，好多人对婚姻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特别是大龄女性。
他们经历过一些事儿，对生活有自己的见解，所以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往往严得近乎苛刻。可这么一来，反倒容易错失那些真正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机会。婚姻这东西，得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，靠的是两颗心慢慢靠近，相互体谅，相互包容，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条件交易。我打心底里希望李女士能早日解开心里的疙瘩，松松那根紧绷的弦，把那些过高的要求放一放，多出去走走，参加活动，别老把自己圈在相亲的小圈子里。说不定哪天在街头巷尾，在朋友聚会，就能碰上那个愿意陪她走过余生的人。在爱情面前舍得放下，才能腾出双手去拥抱更好的自己，迎接那份迟到但不会缺席的美好婚姻。我每天依旧忙碌在牵线搭桥的工作里，看着一对对男女从陌生走向熟悉，再走向婚姻的殿堂，心里满是成就感。而对于李女士，我始终坚信，只要她愿意迈出改变的那一步，合适的时机总会到来。那个能陪她看夕阳度晚年的人，一定就在某个转角静静等候。未来的日子还长，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，过上自己憧憬的生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广州的街头依旧繁华喧嚣。李女士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也时不时跟她通个电话，关心她的近况。有时候她会跟我分享一些生活里的小事，心情似乎也比之前平复了些。我知道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但只要方向对了，总会离幸福越来越近。有一回我接到李女士的电话，她的声音听起来轻快了不少。丽姐，我最近想通了一些事儿。我去参加了个读书分享会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大家聊得可开心了。我发现生活好像不止相亲找对象这一件事儿。我听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这就对啦，妹子，多拓宽自己的生活圈子，你这么优秀，缘分说不定哪天就来了。在这之后，李女士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整天愁眉苦脸地盯着相亲对象的条件不放。她开始学画画，周末背着画架去公园写生，还报了个瑜伽班，每次练完都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大汗淋漓但笑容满面的照片。看着她一点点找回生活的乐趣，我由衷地感到欣慰。当然，她也没完全放弃找对象这事儿，只是心态平和了许多。偶尔我给她推荐人选，她会认真去见面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上来就用高标准把人筛掉。有一次，她跟一个做设计师的男士见面后，回来跟我说，丽姐，这人挺有意思的，虽然没车没房，但很有想法。我们聊了好多艺术文化方面的事儿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我笑着回他，这就是个好开头啊，慢慢相处看看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随着李女士的改变，她身边的氛围也不一样了，朋友们更愿意约她出去玩，同事们也常跟她开玩笑说，感觉她年轻了好几岁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对婚姻的理解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她不再把婚姻当成是满足所有物质需求和生育愿望的工具，而是开始期待一份灵魂契合、相互陪伴的感情。广州的四季更迭，见证着人们的喜怒哀乐。李女士在经历了那段迷茫焦虑的时期后，终于踏上了自我成长与追寻幸福的道路。她的故事就像这座城市里无数奋斗者的缩影，有过困惑，有过挣扎，但只要心怀希望，勇于改变，幸福终会来敲门。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也是她成长路上的助力者，真心希望她能一直保持这份积极向上的心态。未来的路或许还有波折，但只要她坚定地走下去，我相信属于她的美好婚姻就在不远处。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收到她的喜讯，受邀参加她的婚礼，看着她身披婚纱，满脸幸福地走向新的人生阶段。那将是我这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刻，也是她人生最美的篇章开启之时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时常想起李女士最初来找我时，那满是焦虑的眼神和无助的模样。再对比现在，她眼中闪烁的光芒和嘴角扬起的微笑，真的让人感慨万千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，但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勇敢地去拥抱变化，总会在不经意间收获满满的幸福。希望每一个在爱情路上迷茫的人都能像李女士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驶向幸福的港湾。